我一直对少林功夫丢了，摆阵，一次，完了。泰国拳王提100万奖金来少林寺踢馆，结果惨被武僧少林拳打爆头颅，躺地不起。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呢是为您带来一场少林武僧对战泰国拳王的踢馆大赛。那这场比赛确实很精彩了啊！泰国拳王提100万啊，这个家伙真的提了100万来少林寺踢馆。好，比赛开始呢，蓝色拳套就是提100万啊，他表示谁要是能够打赢他，观众朋友们啊，100万就归少林寺所有啊，当香火钱。哎呦，确实财大气粗。好，红色拳套的光头正是我们的少林真正的武僧一虎。哎呦，这一拳差一点，一虎长得还是很壮啊。那说起一虎，也许您不认识，但是说起他的师弟一龙啊，想必您肯定不陌生了。一龙呢，当年是跟他学习过1年多的武术，但是一龙呢，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假和尚，而一虎他可真是真正的少林和尚，吃素。看一下能不能把我们中国武术的精髓打出来。看到武僧一虎的拳法打得还是很凶狠的。有点晕啊。第一回合还剩1分半的时间，可以看出武僧一虎今天的状态也是很火热啊，毕竟是对方来踢馆啊，想要挑战少林功夫的尊严。我们可以看到武僧一虎的打法风格和一龙呢，观众朋友们啊，这确实是有点像啊，几乎是不做防守啊，对于自己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很自信。还有一个是鞭腿、扫腿这一块也是可以的啊。他们很少看到直线。可能这个咱们少林武僧团这个绝技里面，包括一些套路动作是扫腿会多一点，摆拳这个动作大开大合可能更多一点。哎呦，这记摆拳打得很猛，但是对手这点头示意啊，意思不够猛。很猖獗，不知道这个举动有没有点燃一虎的这个怒火。漂亮，双方的拼腿，招式很类似啊。我们的比赛是不能搂抱体系的，任何搂抱动作，包括接腿动作都不能有。最后的10秒钟，哎呦，对手还在找机会。泰国选手的膝法是非常重啊！哇，又是一个大摆拳，我觉得大摆拳太重了，非常好。扫腿啊！好，没有错，比赛进入到了今天的第2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武僧一虎呢，在经历了第1回合的热身之后，那么在今天的比赛第2回合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啊？我认为武僧一虎可能是要火力全开了。因为这个第1回合呢，说句实话，观众朋友们打的确实是很保守。哎呦，这脚很凌厉，但对手的距离把控啊很远，很明显啊，他也是不想和我们一虎啊近身缠斗。我觉得呢，如果说我是一虎的教练，我会跟他说，你不要打那么多没用的东西，你可能就是。我们都知道，天下武功出少林，和少林功夫比谁更硬？观众朋友们。这个家伙怀疑啊，他可能是脑子烧掉了。哎呦，这一波中拳打得很猛，但是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命中率啊，一虎的命中率确实有点低。稳一点，再打准一点啊！Five，泰国选手现在示意，可能有点怕这个咱们一虎这个后摆拳啊，但是他可能做一些。又一个摆拳，哦，漂亮，一个中了啊！哎呦，对手还在摇头晃脑，他在挑衅我们。应该紧跟着粘上去。第2回合已经过去了1分半的时间。哦，
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一虎的力量还是很足的啊，刚刚也是把对手从笼边给举了起来。我们少林功夫还是可以的啊，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选手啊，就是在让我这里，在之前。哎呦，这一拳什么情况？这个看都没有看清啊！对方的泰拳王站都站不稳，刚刚应该是打到了一拳，但是这一拳呢是又快又准。好，对手示意自己还能打，观众朋友们，对手还是很猖獗，看一下一虎能不能抓住最后的机会。还有40秒钟的时间，趁对手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恢复意识。哎呦，这一下估计是打不了了。好，这个提100万，今天可能真的是要把这100万啊捐献给少林寺了。最后的20秒钟，对手示意自己还能打。哎呦，这小子可以看出也是一个不舍得花这个钱的人啊。虽然说有钱，我们都知道有钱人有的时候也很抠。哦呦，漂亮，又是一拳。好，最后的时刻，武僧一虎也是不负众望，一拳干翻了泰国拳王，也是成功的为少林寺赢得100万。好，让我们再次恭喜张伟丽被老外打得鼻血不止，一怒之下连砸30多手，当场打废对手，吓坏裁判。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登场的选手，他就是来自于巴西的拳坛悍将玛利亚·桑托斯。这个家伙这场比赛也是有备而来，杀气冲冲。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方选手张伟丽闪耀登场。这场比赛，张伟丽是东道主，我们是主场作战来迎战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好，可以看到对方的玛利亚这个家伙赛前超重了啊，所以说被我们中方裁判扣掉1分。这也代表着这场比赛会更加精彩。为什么？因为你超重之后呢，扣掉的这1分很重要。那如果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和张伟丽打成了平手的话，那么最终的判罚肯定是张伟丽获胜啊，因为张伟丽呢是有着1分的优势啊，对手被扣掉了1分。那据说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很不服啊，他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秤，观众朋友们，这个不准。啊，为自己这个减重失败找借口啊，所以说扬言说今天要这个打废张伟丽啊，来报复我们中国。哎呦，对手这脑回路确实挺清晰的。好，比赛开始了。那今天的比赛是3回合的赛制，每回合5分钟的时间。对方赛前超重，比张伟丽呢重了1.7磅，大概是不到2斤。哦呦，对手的胳膊确实是长啊。要小心对手的这个换拳。但是张伟丽是练习泰拳出身的啊，有很多关注他的朋友都知道啊，所以说在抗击打能力这一块还是非常的到位。好，这个时候的张伟丽呢是保持一个8连胜的战绩，而且8场比赛，观众朋友们都是 KO 对手。张伟丽今天一上来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啊，因为他知道对手来头也不简单。哎呦，这一下！可以看到张伟丽的地面处理很好，没有给到对方玛利亚·桑托斯太多的机会。这场比赛之前呢，观众朋友们啊，对方的玛利亚·桑托斯是刚刚在北京站啊打赢了一名中国选手啊，所以说赛前他称我们中国选手都是病猫，他一拳就能打翻一个。哎呦，巴西选手也挺爱吹牛的。哦呦，这一下不过年不过节，对方跪下了。张伟丽这时候还是用腿法去控制这个距离。
们有句俗话说得好啊，一推定3拳。连续的踢腿呢，要破坏对方桑托斯的这个进攻节奏，要不然对方的这个远距离的把控跟点刺，确实对于张伟丽来讲呢，非常的不利。况且这场比赛张伟丽呢还要比对手少了1.7磅。男子比赛那种味道啊。对，拿好防御啊，防御一定要拿好。出腿的时候啊，手要抬高，因为很可能对手会我硬吃你一脚，然后我罚你一拳。对，就打你这个迎击。对。你看，对方哦，你看，果然就这意识啊。对方桑托斯非常符合巴西选手的一个特点，那打法都是很粗糙，但是进攻啊很凶狠。哎呦，要小心！小心啊！最后的1分半。这手臂实在是太长了，对，让你在判断的时候就会有问题。连续的踢腿把控距离。因为他在判断，对手他还要想到自己的。张伟丽今天是很难得在战力上吃了亏。哦，漂亮！哎呦，这里张伟丽也是有点上头了，想和对手去拼拳。对方的头啊，被自己的肩防得不错。对，张伟丽不是，张伟站架还是不太一样，偏正面一点。对。哎呦，这个全吃！对手的身高臂长优势实在是太大了。最后的40秒，哎呦，差一点。这个拳真好啊！对啊，把自己这个身材的这种优势完全给打出来了。好，可以看到张伟丽的重拳呢很难去抓住对手。张伟丽并不是说没有重拳，而今天呢是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打中对手。对手也不和你拼，最后的5秒钟。哦呦，这里真的是虎口夺险。哎呦，这个时候确实是非常的惊险，因为张伟丽刚刚呢已经是很明显晃了啊，在比赛最后一刻。那这个我们平心而论呢，这个哨声啊确实帮助了张伟丽一把。对方桑托斯啊，刚刚有人往矿泉水往胸衣里边倒啊，这个啊可能是一种传统。这场比赛第1回合张伟丽是打得比较艰难啊，对手呢身高臂长，包括体重呢都是有优势。我们张伟丽是身高1.63米，臂展165，而对方的这个臂展呢达到了惊人的1.76，那这个差距确实太大了。当时张伟丽接对手挑战的原因啊，只有一个啊，就是因为对手呢侮辱我们中国人是病猫，忍不了。哎呦，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女时刻啊，大眼睛双眼皮儿还是非常不错的。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第2回合的表现。那现场的这个裁判啊，托马斯冯，那这个家伙的裁判风格呢是非常的好看啊。双方选手只要不出人命，他轻易是不会叫停，所以说今天也不会例外。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张伟丽多次被重击啊，他并没有叫停。我们来看一下张伟丽第2回合会不会改变战术。很想往里进啊，但是对手的把控确实是太远，而且张伟丽这边的鼻血已经被打出鼻血了。哦，近身拼拳。看一下双方的这个龙边对决呢，张伟丽的力量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说打贴身作战啊，应该是不输对手。
小心。不要再换前手了。对，张伟丽的头部啊，确实有点不太。哦呦，这里直接将对手拖入到了地面啊，这属于生吃对手。对方喜欢把控距离，而张伟丽现在不给他距离，我们来近距离的接触。弹得很紧，对，注意啊。好，地面砸击。对，小健桑托斯也有种啊。对方桑托斯虽然说来自于巴西，但是他的柔术很弱。看看能不能压进去，腿甩开。张伟丽现在这个鼻血啊，对，对自己影响很大。哎呦，又进入到地面，可以看出张伟丽今天是不想再放过对手了。但是对手的双手已经搭扣，但是位置，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深。连续砸击，这位置夹的并不是很死。对手的鼻血也被打出来了啊！但张伟丽的这个鼻血啊，哎呦，观众朋友们看着确实很心疼。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对，压头，找机会抽腿。对，右肘，肘击，腿抽出来了。好，侧面，对。好，张伟丽终于是拿到了一个可以砸拳的位置，但是选择了砸肘。这的锤击，肘击，砸击。肘尖砸得很深啊！对手已经完全不反抗了，裁判还是不叫停。这个时候如果再砸下去，好，让我们恭喜张伟丽啊！如果再砸下去，观众朋友们，那就是只可能说呀，可能要殡仪馆的车可能要来了。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张伟丽，今天也是完成了一个翻身仗，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翻身仗。那在第一回合呢，面对全面劣势的情况下，在第二回合呢，终于是抓住了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战术的制定啊也非常好，那这也是归功于他的教练团队，确实啊非常出色。好，果然一个人的成功呢并不是偶然的。好，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斩获了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胜利，很精彩，而且也是以绝对性的一个优势把对手的眼睛啊给打爆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刚的终结回放啊发生了什么，一肘两肘。我的天哪，张伟丽这个时候没有选择砸拳，因为他知道对手的防守很死，那打拳是打不进去的，所以说选择了砸肘。哇，台下的观众已经看嗨了，那我相信屏幕前的您看的也很过瘾。好，让我们再次恭喜张伟丽，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听说明天我的对手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在我眼里就是一帮矮小的东亚病夫，还是让他准备好遗言吧，因为明天我会一拳打死他。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一场中韩大赛的发布会现场。哎呦，这个家伙要干什么？他故意来找茬。可以看到场面非常的混乱，这是一场重磅级别对局。现场的保安都有点拦不太住。好，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啊，由我们中方选手大名鼎鼎的功夫熊猫奥日格勒对战来自于韩国的选手黑帮大哥金在勋。好，想必赛前你也看到了啊，对方的韩国选手太猖獗了。他表示说今天啊，他知道啊，明天他的对手是奥日格勒。他表示要奥日格勒呢先写好遗言啊，否则一会儿上了擂台呢没时间写，因为他会一拳打死我们。这个家伙，观众朋友们啊，放狠话他没输过啊，但是打比赛他也没赢过。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呢，穿着黑色上衣的这个家伙啊，就是韩国黑帮大哥金在勋。奥尔格勒比赛开始就示意对手放马过来。这是一场超重磅级别对局啊，也是被称为这个稍有不慎啊，就会被一拳打到魂飞魄散的级别。
确实啊，因为你看奥日格勒啊，300斤将近400斤的体型，对方想摔。那奥尔格勒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的战绩啊是未尝一败，他也是我们中国大级别选手中最猛的一位。这个金在勋难道是疯了吗？他竟然想压制奥日格勒。这个角度我们就很明显了啊！虽然说双方呢长得都很壮，但是放在一块儿，观众老爷，哈哈，这个明显奥日格勒的肚子啊，也就比他大很多。连续顶膝。对方的这个金在勋啊，观众朋友们，我要说一下，真的是很猖獗。他表示说，我打拳击赛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解手瘾，为了合法化的打人啊，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黑社会。呵呵，观众朋友们，这真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奥尔格勒一上来还是比较稳的。虽然说比对手壮啊，但是没有贸然去进攻。对方也是不太想跟奥日格勒打，这时候奥日格勒已经开始休息了。本局比赛3回合的赛制，每回合5分钟的时间。奥尔格勒的拳并不是很准，但是观众朋友们，我们只需要打中1拳就可以了。看一下奥日格勒的龙边压制。要说一下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呢，在韩国的首都啊首尔。对手想走，但是奥日格勒的这个体型啊压在他的身上，几乎是没有走的机会。连续击服。奥日格勒的这个肚子啊，这一走路来，观众朋友们都在颤抖。哎呦，对手被逼急了，王八划水。观众朋友们，这个拳法叫王八划水啊！你可以看到打了5拳，1拳没中啊，就像这个王八在水里边游泳一样。最后的1分钟时间。连续的击斧，这个角度对于奥尔格勒来讲呢，他的重拳啊发挥不出来，但是这个打击频率还是非常够用的。这场比赛的台下观众呢，据说啊来了500多号人啊，都是这个金在勋啊，现在挨揍这小弟啊，他们说表示要支持自己的大哥。最后的时间，奥尔格勒还在找机会，还是需要热身。奥尔格勒第1回合的表现呢，打的并不是特别激进，很稳。那对方的金在勋啊，这个家伙也不再翘2郎腿了啊，也不再这个推搡啊和嚣张了。原本啊在赛前嚣张的观众朋友们，原因是因为身边有人啊，他知道有人会拦住他，所以说他很嚣张。然而到了擂台之后啊，等真章的时候，这个家伙却怂的啊，确实像一条丧家犬一般。
好，稍作休息，看一下奥日格勒在热身完毕之后呢，比赛的第2回合会有怎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 그걸 어느 정도 읽는다면, 파악을 했다면, 퍼컷이라든가 다른 공격을 또 들고 나올 수도 있습니다. 경계를 해야 되겠고요. 네. 2라운드입니다. Seconds out. 김재훈 선수의 2라운드. 김재훈 선수의 세컨 쪽에서는 아우르거러가 지쳤다라는 이야기를 해줬습니다. 같이 체력을 사용할 수밖에 없는. 哎呦，这个家伙在干什么？在和空气进行这个打拳在躲空气。 2라운드 시작했습니다. 好的，费特比赛第2回合。 선수 달라진 건 굉장히 여유를 보여주고 있는데 급하지 않게 경기를 이끌어간다는 게 哎呦，对方金在勋很急。 상당히 발전한 성장한 모습이라고 평가할 수 있겠습니다. 백스로 맞췄던 아우르거러입니다. 你别看奥日格勒胖但是奥日格勒非常的灵活，他是个灵活的胖子。 빠져주는 김재훈. 좀 끌어들이는 걸까요? 네. 자, 오버핸드 훅은 잘 통하진 않았었습니다. 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认为奥日格勒今天会在第2回合 KO 对手吗？ 这场比赛奥日格勒很明显他就是在玩耍对手打得并不是很激进估计呢是想多折磨对方一会儿给对方希望让对方感觉能打败自己。果然奥日格勒这个还是懂点孙子兵法的，杀人诛心。 김재훈 공격 2라운드 시작하자마자 한번 나오는데 아직 나오지 않습니다. 哎呦，这里奥日格勒看准机会。 KT 쪽에서 시간이 지나고 있습니다. 글쎄 해주고 있습니다. 아우르거러의 집중력이 좀 떨어질 때를 노리는 것 같거든요. 네, 맞. 好，那前2回合呢，两人打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枯燥，但是接下来第3回合，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奥尔格勒在隐忍了2回合之后，第3回合的表现，一上来连续重击，高边腿踢倒了，连续的砸击。裁判还在看，还不叫停吗？ 400斤的肥腿压在对手的身上，对方的韩国黑帮大哥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哎呦，让我们恭喜我们今天的中方选手奥日格勒进行了3回合的苦战，最终呢也是凭借彪悍的铁拳我们不玩了。这场比赛到底打多久这完全看奥日格勒的心情他想打1回合就是1回合，想2回合就2回合测试我们的实力。 只有真正的强者才可以主控比赛那观众朋友们，您觉得我这句话说的没问题吧？好，这场比赛的话，奥日格勒在和对方韩国选手的对拼当中呢，虽然说前2回合打的相对来说比较保守那当然了，那常在河边走，还是要小心不要湿了鞋。好，这场比赛对方的韩国黑帮大哥也不狂了，二郎腿也不翘了，他也不再嚣张了我们的功夫熊猫奥日格勒狠狠的给他上了一课。这小胖奥日格勒确实也是累个够呛好，这场比赛让我们再次恭喜奥日格勒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回放。这波应该是先打了一个顶膝，这一下站不太稳了最终是一脚踢倒。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应该叫停了，但是裁判呢给了对方韩国选手一个机会但是我更多的感觉呢对方的这个裁判应该是想让奥日格勒多打他一会儿估计他也很讨厌这个韩国选手。果然韩国选手在全世界都不遭待见更何况今天还是一个美国的裁判。好，最终恭喜身披红旗的奥日格勒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